上集讲到，曹操占据了兖州，那么袁绍和袁术等人分别占据哪里呢？刘备、关羽、张飞在正史里是如何记载的？他们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的成长史及袁绍与袁术争霸。曹操虽然占据了兖州，但此时天下最具实力的当属袁绍和袁术。袁绍之前是渤海郡太守，韩馥是冀州牧，是袁绍的顶头上司。可是韩馥既是袁氏的门生，袁绍又是讨董联军的盟主，因此韩馥非常忌惮袁绍，担心袁绍抢他的位置。于是他故意削减袁绍的军粮，迫使袁绍的部众离散。事实上，袁绍早就想独霸冀州了。正在这时，韩馥的部下曲义叛变，袁绍便趁机与曲义结盟。之后，他又听从庞纪的建议，暗中指使公孙瓒攻打冀州。公孙瓒率军攻打安平县，韩馥抵抗不住，非常的恐慌。袁绍派人游说韩馥说，如果袁绍和公孙瓒联手，你根本就不是对手，不如你把冀州让给袁绍。这样的话，一方面你有了让贤之名，袁绍一定会感谢你；另一方面，公孙瓒也会退兵，你的安危也就有了保证。韩馥本就性格懦弱，恩威并施之下，竟然主动地将冀州让给了袁绍。袁绍封他为奋威将军，一个既无兵又无权的空闲，韩馥只好去投奔张邈。有一次，袁绍派遣使者去见张邈，两人只是当着韩馥的面耳语了几句。韩馥以为他们在密谋杀害自己，终日惶恐不安，不久后在厕所里自刎而死。至此，袁绍带领冀州牧得到了整个冀州。再来看袁术，190年，他上表朝廷，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然后让他率军出征，讨伐董卓，他自己则负责给孙坚提供粮草。孙坚一举击败了胡轸和吕布，斩杀华雄，攻入了洛阳，名声大振。这让袁绍非常的担心，袁术不仅占据着南阳郡，还得到了豫州，孙坚又率先攻入了洛阳城，无论是功勋还是实力，都已超过了他这个盟主。于是他不等孙坚返回豫州，就立即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并偷袭豫州的阳城。可是孙坚返回后疯狂的反扑，周昂哪里是他的对手，战败后逃往了扬州。至此，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便彻底的翻脸了。为了对付袁绍，袁术联合了公孙瓒和陶谦，三面包围袁绍，袁绍则联合了刘表和曹操，南北钳制袁术。至此，两大阵营正式形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袁绍的盟军刘表和陶谦。刘表，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人，即今天山东省龟山县人，西汉鲁公王刘虞的后代，属于汉室宗亲。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斩杀后，董卓便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上任后，将荆州的治所从江陵迁到了襄阳。陶谦，字公祖，丹阳郡人，即今天安徽当涂人。他的父亲曾担任过余姚县县长，但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苍梧太守甘公见陶谦相貌不凡，便把女儿嫁给了他。之后，他被举茂才，拜为尚书郎，又先后出任过舒县和卢县的县令。188年10月，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复起，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率军镇压黄巾军。再来看袁术的盟友公孙瓒。公孙瓒，字伯圭，辽西令之人，即今天河北迁安人。他虽然出身贵族，但由于母亲地位卑贱，所以只能担任主办文书的左吏。因其长相俊美，才智过人，受到了太守的赏识，被招为女婿。在其岳父的资助下，他与刘备和刘德然等人前往卢植的门下学习。之后，他被举孝廉，担任辽东郡的长史，之后又任命为涿县的县令。191年，青州的黄巾军聚众30万人攻打渤海郡，公孙瓒率领2万步骑兵，在东光县以南大破黄巾军，斩首3万余人。黄巾军丢掉辎重，准备渡河撤退，可当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孙瓒突然率众出击，黄巾军再次大败，死伤了数万人，7万多人被俘，车甲财物无数。经此一战，公孙瓒名声大振。当年与公孙瓒一起在卢植门下学习的，还有刘备和刘德然。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即今天河北省涿州市大树楼桑村人。
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他喜好酒色，子孙竟然有120余人。刘胜的儿子刘桢被封为潞城亭侯，其封地就在涿郡的涿县，因此他们这一支就一直在涿县安家，并逐渐发展了起来。据考证，刘备是中山靖王的第17代玄孙，按照辈分，汉献帝刘协都要管他叫一声皇叔，因此大家都叫他为刘皇叔。家族发展到他祖父刘雄这一辈时，没有了侯爵，只是举孝廉，任命为东郡范县的一名县令。到他的父亲刘弘这一辈时，由于父亲早亡，他只能和母亲以编织草席和贩卖草鞋为生。15岁时，母亲让他与同宗的刘德然以及辽西人公孙瓒一同跟随当代大儒、同是涿县人的卢植学习。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经常资助刘备，将他和刘德然同等对待。但刘备不爱读书，也不爱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他喜欢结交豪杰，当地的豪侠都争相依附刘备。184年，黄巾起义爆发，24岁的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关羽和张飞也加入其中，开始镇压黄巾军。关羽字云长，河东郡谢县人，即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谢州镇人。早年因为犯了事，逃离家乡，流落到幽州的涿郡，加入了刘备的义勇军。张飞字翼德，《三国演义》里写为翼德，幽州涿郡人，即今天河北保定涿州市人。至于《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桃园三结义片段，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188年，他们又参与了镇压张纯的叛乱。战争结束后，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县尉。后来，朝廷要淘汰一部分官吏，涿郡的督邮准备遣散刘备。刘备得知后想求见督邮，但督邮不肯见他，刘备便怀恨在心，将督邮绑起来，狠狠地打了200皮鞭后，与关羽和张飞弃官而逃。后来，朝廷在丹阳募兵，丹阳即今天江苏省丹阳市。刘关张三兄弟在这里应召入伍。之后，他们在下邳与盗贼的战斗中立有战功，刘备被任命为下密县县丞，之后又做过高唐县县尉以及高唐县县令。然而不久后，高唐县被盗贼攻破，刘备无处可去，只能去投奔他的老同学公孙瓒。公孙瓒将他任命为别部司马。从此，他们3兄弟便在公孙瓒的军中开始效力。191年，袁绍和袁术的2大阵营已经形成。袁术率先向袁绍发起攻击，他让孙坚率军驻守在阳城。袁绍得知后，便派周昂率军前去攻打。袁术担心孙坚防守不住，此时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刚好率领1000余骑兵在袁术的军中，于是他便派公孙越前去支援。结果在战斗中，公孙越被刘建射中后当场毙命。公孙瓒得知后非常的愤怒，他立即给朝廷上表，列出了袁绍的10条罪状，之后发兵前往广宗城，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8公里处，准备讨伐袁绍。面对袁术和公孙瓒的共同进攻，袁绍非常的恐慌，连忙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任命为渤海太守，以求和公孙瓒达成和解。然而公孙范得到了渤海郡的兵力后，立即背叛袁绍，与公孙瓒的大军会合，共同去攻打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他们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界桥，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11.5公里处。接着他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并重新任命了各地的郡守和县令。冀州的长吏们都望风响应公孙瓒。此时袁绍的大军驻守在广川县，即今天河北省枣强县东北，与公孙瓒只相距20余里，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公孙瓒率先发起攻击，他将2万步兵排成方阵，5000骑兵配合在两翼向前推进。袁绍则让曲义率领800精兵在中间，1000余名强弩兵排在两翼前往迎击。公孙瓒见袁绍的兵力如此之少，便让骑兵纵马出击。然而曲义让士兵们伏于准下，等公孙瓒的骑兵到达10步之内后，一起发起攻击，公孙瓒大败，严纲战死。曲义率军追击，一直追到了界桥。公孙瓒率军还击，再次大败。袁绍命令崔居业率兵攻打公孙瓒的固安县，
但久攻不下，引军南归的时候，在拒马水被公孙瓒大军追上，斩杀了7、8千人后，大败而逃。公孙瓒趁机攻克各郡县，一直打到了平原县。他让青州刺史田楷占据齐国，任命刘备为平原县县令，之后又任命他为平原国国相。192年，公孙瓒让刘备驻守高唐，单京驻守平原，他自己则率军前往龙凑攻打袁绍。龙凑即今天山东省德州市东北，结果再次战败，只得退回幽州，不再出兵。此时，黄巾军率众攻打北海国，北海相孔融抵挡不住，派人向刘备求救。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即今天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的名士，建安7子之一，孔子的20世孙，《三字经》里孔融让梨的故事，说的就是他。刘备收到消息后，惊讶地说道：“没想到北海相孔融居然知道我刘备的存在。”于是刘备立即派遣3000精兵前去支援。黄巾军听闻援军正在赶来，吓得连忙撤退。最终孔融得以解围，刘备则与田楷都驻守于其地。至此，袁绍与袁术的第1轮对战就此结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就在曹操和吕布多次交战，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恰逢天下大旱，蝗虫四起，导致双方军粮耗尽，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吕布则放弃濮阳，将大军驻扎在昌邑，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智用空城计及刘备继任徐州牧。曹操退兵东阿后，袁绍便派人前来拜访，想说服曹操将他的家眷都送往邺城，名义上是保护他们，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来操控曹操。曹操此时正遭遇着他有生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兖州丢失，军粮不济，因此在天灾人祸之下，他不得不低头，只能被迫答应袁绍。程昱得知后，立即前来劝阻曹操。他说：“将军有龙虎之威，怎能做韩信和彭越之流呢？虽然兖州被占，但我们尚有3城，能战之士也不下万人。以将军的神威，再加上我和荀彧的智谋，一定能成就霸业。希望将军三思。”曹操听完后瞬间醒悟，他接受了程昱的建议，拒绝了袁绍。195年5月，曹操率军出发，去进攻巨野的薛兰和李丰。吕布得知后率军支援，但还没等他赶到，曹操就大败了薛兰和李丰。随后又趁势拿下了盛世，准备夺取济阴郡。正在这时，突然从徐州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徐州牧陶谦竟然病逝了。在他临终之际，嘱咐徐州别驾糜竺说：“非刘备不能使徐州安定。”于是陶谦的丧事办完后，糜竺便带领着徐州的官员来到小沛，准备迎接刘备为徐州牧。可刘备自知实力太弱，不敢接任。这时典农校尉陈登也来劝说刘备，他说：“徐州不仅富裕，且户口高达100万，希望委屈你把徐州管理起来吧。”刘备推辞说：“袁术就在寿春，他的家族是43公，而且海内归心，你们应该把徐州托付给他。”陈登说：“袁术此人骄纵奢侈，并不是治理乱世的明主。现在我们愿意为你提供步骑兵10万，上可以匡君济民，建立5霸之业，下可分疆保境，名垂青史。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我，那我陈登以后也就不敢再听从你了。”随后北海相孔融也出面劝说刘备，刘备这才答应下来，勉为其难地当上了徐州牧。随后陈登给袁绍写信，说明了推举刘备的原因，袁绍便同意让刘备领徐州牧。至此，刘备正式成为了能影响汉末时局的一方诸侯。徐州之前的治所在郯城，但已经被曹操打得残破不堪，于是刘备便将徐州的治所移到了下邳国的下邳城。曹操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打算先放过吕布，立即率军去攻打刘备。然而荀彧认为兖州乃天下要地，虽然已经残破，但依旧能够自保，现在已经击败了薛兰和李丰，如果再分兵东进陈宫，就能一举击败吕布。可要是舍弃兖州而东进徐州，刘兵过多，前线不够用；刘兵过少，又不足以守城。万一刘备坚壁清野，防守不出，短时间内无法攻下，则我军必定自我灭亡啊！曹操听后渐渐消了怒气，接受了荀彧的建议。
195年，吕布从东民出发，与陈宫率领的1万余人会合后，前来进攻曹操。此时，曹操军中的士兵已经派出去收麦子了，营中的人马不足1000人，而且城防也并不坚固，根本抵挡不住吕布的数万大军。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曹操走出军营，四下张望，然后他便开始部署。他让城中的妇女们立即上城，然后让城里仅有的几百名士兵站在营垒边，摆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其实只是一座空城。吕布到达后，见曹营里一片寂静，只有妇女在守城。曹营的西边有一条大堤，大堤的南边是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吕布观看了许久后，怀疑曹操已经将大军埋伏在了大堤后面的树林中，于是不敢贸然进攻。他对部下说：“曹操向来诡诈，千万不能上他的当。”说完便引军后撤，在10余里处扎营。过了几天，吕布再次率军前来。可此时，曹操的士兵已经陆续地回到了城里。曹操将一半的士兵埋伏在大堤之后的树林中，另一半则暴露在堤外。等到吕布的军队逼近时，曹操立即派出轻装骑兵出战，两军开始厮杀。正在这时，突然伏兵四起，步兵和骑兵全都从大堤的后面杀了出来。吕布大军猝不及防，阵营大乱，开始四散奔逃。吕布见大势已去，只能率众突围。最终，吕布和陈宫率领着残部逃往徐州，去投靠了刘备。张邈则率军前往寿春，准备去投靠袁术，然而在半路上被部下给杀害了。张邈的弟弟张超则带领着所有的家眷前往雍丘，驻扎在那里。8月，曹操率军围攻雍丘。12月，雍丘城破，张超自杀，其家眷也全部被处死。随后，曹操快速地收复了兖州各郡县，兖州再次回到了曹操的手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之前我们讲过，吕布被曹操打败后，和陈宫一起投奔了徐州牧刘备。那么他为何要反叛刘备？刘备为何要投奔曹操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2次偷袭刘备及刘备投奔曹操。吕布战败后，率领残兵投奔了刘备。见到刘备后，他极为尊敬地说道：“我和阁下都是北疆边境人，当年董卓乱汉，我便诛杀了董卓。可我来到关东后，关东诸将不但不待见我，还都想杀我。”接着，他请刘备坐在自己的卧榻之上，让妻妾向刘备行礼，称呼刘备为贤弟。刘备见吕布如此的低三下四，不像英雄所为，表面上虽然应付着，可心里却有点厌恶他。就这样，吕布在徐州驻扎了下来。自从陶谦将徐州让给刘备之后，袁术就非常的不满，于是他便发兵前来攻打。刘备得知后，让张飞驻守下邳，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盱眙和淮阴一带迎战袁术。双方激战了1个多月，竟然谁也战胜不了谁，各有胜负。正在这时，吕布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让袁术看到了希望。他立即给吕布回信，先是列举了吕布诛杀董卓、替他攻打曹操等客套话，然后便给吕布开出了价码。只要吕布肯帮他攻打刘备，他就给吕布送来20万斛军粮，而且后期还会继续追加，如果缺少兵器和战具等物资，也可以一并送上。吕布看完之后大喜，立即率军前往下邳，准备攻打刘备的大本营。当他来到下邳城西40里处的时候，刘备军中的中郎将丹阳人许丹派人前来迎接，并且告诉他，张飞和陶谦的旧将曹豹发生了冲突，张飞准备斩杀曹豹，曹豹则率众自首，导致下邳城大乱，请将军速速驰援。现在有1000多名丹阳兵屯守在西白门，只要将军东行，他们就会打开城门迎接将军进城。吕布听后大喜，立即率军东行，天刚亮便到达了城下。丹阳兵果然打开了城门，吕布率军冲入下邳城，大败张飞，并且将刘备的妻妾儿女全都给俘虏了。消息传到前线，刘备大惊，立即率军回还。当他们日夜兼程地到达下邳城时，刘备军中的诸将见家眷被吕布俘虏，都不敢迎战，纷纷的逃散。不得已，刘备只能收拾残兵去攻打广陵郡，准备在那里落脚。结果袁术早已在广陵等着他了，刘备再次战败，
不得已只能在广陵郡的海西县屯驻。此时军中缺粮，将士们饥困疲惫，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万般无奈之下，刘备只能派出使者向吕布请降。此时的吕布也非常生气，他已经打败了刘备，可袁术答应他的20万斛粮食却没了着落，于是他便与袁术翻脸，答应了刘备的求和。于是刘备率领着残兵败将，无比悲凉地走进了下邳城，吕布则将家眷都归还于他。这时吕布手下的诸将都来劝说道，刘备此人反复难养，最好趁早把他给杀了。可吕布不但拒绝了，还把此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明白吕布这是给自己一个下马威，于是便向吕布提出前往小沛屯驻。吕布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并且任命他为豫州刺史，让他前往小沛驻扎。刘备走后，吕布便自称为徐州牧。这是吕布出关以来第一次有了立足之地，下邳城以及整个徐州都是吕布的地盘了。196年6月的一天夜里，吕布正在睡觉，突然有一支兵马潜入城中，直冲吕布的府邸，准备刺杀吕布。惊慌之下，吕布携带妻子从墙壁的一角跃出，直奔高顺的军营。高顺连忙问道：“是谁这么大胆，竟然敢刺杀将军？”吕布回想说道：“我走得匆忙，并没有看清到底是谁，但听口音应该是河内郡的人。”高顺便猜想应该是郝萌，随即率军前往郝萌的大营。此时郝萌偷袭吕布不成，率领士兵准备返回营帐，结果刚到营门就遇到了他手下的部将曹信，正严阵以待地守在营门口。之后双方便立即展开激战。等高顺赶到的时候，郝萌被斩下了一条臂膀，曹信也已身负重伤。高顺立即斩下郝萌的首级，抬着受伤的曹信去面见吕布。吕布询问曹信关于此事的原委，曹信回答说，郝萌是受了袁术的鼓动才造反的。吕布又问同谋的还有谁，曹信回答说还有陈宫。当时陈宫就坐在吕布的旁边，听闻后脸色变得通红。良久，吕布才质问陈宫，袁术狡诈多变，贪婪成性，你怎么能帮助他而背叛我呢？陈宫缓缓地说道，袁术算什么东西，我只是生气你不听我言，放走了刘备，所以我就和郝萌密谋，教训你一下。吕布听完哈哈大笑，也不再处罚陈宫。10月，袁术派出大将纪灵，率领步骑兵3万余人前来征讨刘备。刘备得知消息后，连忙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的将领说，将军不是一直想除掉刘备吗？现在刚好可以借袁术之手除掉他了。可吕布却说，如果让袁术占据了小沛，他就会联合泰山郡一起来对付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被袁术前后夹击。因此，不但不能让刘备死，我们还得去支援他。于是，他率领步兵1000人，骑兵200，飞速赶往小沛。纪灵听说吕布前来救援刘备，不敢轻举妄动。吕布在距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之后他便派人去请刘备和纪灵前来饮酒。他对纪灵说，刘备是我吕布的贤弟，你率军围困他，我肯定是要来救他的。之后还大言不惭地说道，我吕布生性不爱争斗，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随即他命人在营门外竖起一只戟，对纪灵说道，如果我能射中戟上的小枝，你就立即停止进攻，如果射不中，那你和刘备决一死战，我不再掺和。纪灵和刘备都表示同意，于是吕布搭弓射箭，正好射中了小枝。诸将大为震惊，纷纷夸赞他有天神般的威力。之后纪灵罢兵而去。回到军营后，陈宫便对吕布说，现在袁术的大军已退，刘备已经在小沛召集了1万余人，如果此时不再图谋，恐成后患啊。于是到了夜晚，吕布突然偷袭刘备的军营。刘备听闻吕布再次偷袭他，知道抵挡不住，只能拼死突围，带着残兵败将前往许县，投靠曹操去了。那么曹操能够收留刘备吗？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吕布辕门射戟，帮助刘备解除了袁术的攻击，之后他反过来突袭刘备，刘备弃城而逃，投奔了曹操。那么曹操能够收留刘备吗？袁术为何要7路大军讨伐吕布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犹豫除掉刘备及袁术称帝。
刘备来到许县投奔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并热情地接待了他。程昱得知消息后，立即前来劝说曹操。他说：“刘备此人有雄才大略，而且不甘屈人之下，曹公应该趁早动手将其除掉，以绝后患。”曹操听后有些犹豫，送走了程昱后，他召来了郭嘉。郭嘉字奉孝，颍川郡阳翟人，即今天河南省禹州市人。他少年时就很有远见，弱冠之年便开始隐居，密交豪杰俊才，不与俗人往来，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后来他投奔了袁绍，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袁绍奇人，好学周公礼贤下士之皮毛，但好谋无断，犹豫寡决，不是建立霸业的明主，于是便离开了袁绍。赋闲了6年之后，曹操让荀彧给他推荐人才，荀彧便推荐了好友郭嘉。曹操和郭嘉讨论了天下大事之后，曹操兴奋地说道：“能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一定就是此人。”郭嘉也对众人说道：“曹公才是我真正要找的主公啊！”此时，曹操询问郭嘉关于是否除掉刘备的意见时，郭嘉说：“曹公想以诚信招揽天下英豪，而刘备素有英雄之名，如果你杀了他，就有了杀害贤士的恶名，以后谁还敢来投奔你呢？所以除掉一人之患，而危害四海声望，此举甚为不妥，还请曹公三思啊！”曹操也深有同感，便听从了郭嘉的建议。他不但不杀刘备，还给刘备支援了兵马粮草，封他为豫州牧，让他率军去攻打吕布报仇。再来看袁术。当年孙坚攻打董卓，进入洛阳城后，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袁术得知后，立即扣押了孙坚的妻子，逼他交出传国玉玺。自从他拿到玉玺后，就一直做着皇帝的美梦。197年春，袁术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并在城南和城北筑起了皇帝祭天所用的祭坛，从此便过上了奢侈荒淫、挥霍无度的生活。后宫妻妾就高达数百人，个个穿着罗绮丽装，精美的食物也是应有尽有。接着，他便要联络承认他称帝的盟友。他首先想到的是陈规。陈规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就与袁术有交情，此时担任着沛国国相。陈规的长子就是支持刘备继任徐州牧的陈登，次子陈婴此时正在下邳。于是袁术为了得到陈规的支持，先派人劫持了陈婴，然后给陈规写信，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称帝，但遭到了陈规的拒绝。接着他派韩胤为使节去说服吕布，为了能得到吕布的支持，他请求和吕布结为儿女亲家，让吕布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吕布一直惦记着袁术的20万斛粮食，就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让韩胤带着自己的女儿返回寿春成亲。陈规得知后，觉得袁术和吕布一旦联姻，徐州和扬州便会连为一体，到时候必定是祸患无穷。于是他立即前往下邳城劝说吕布。他说：“将军你诛杀董卓，曹操奉迎天子，你们都是忠于朝廷的，理应同心协力匡扶汉室，怎能与袁术联姻呢？袁术叛汉称帝，逆天行事，一旦你和他联姻，必定受到不义之名，自毁英雄气概，恐有累卵之危呀！”吕布听完，惊出一身冷汗，连忙派人去追回自己的女儿。之后囚禁了袁术的使者韩胤，给他带上枷锁和镣铐，送往许县，向曹操示好。陈规本想让自己的儿子陈登前往许县，但吕布没有同意，并派他人前往。韩胤被送到许县后，曹操非常高兴，亲自给吕布写信，对他与袁术断绝联姻的做法深表赞同，并且以天子的名义封他为左将军。吕布非常高兴，但他最想要的不是左将军，而是徐州牧。虽然他现在号称是徐州牧，但这是自封的，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于是收到任命后，他同意让陈登前往许县，一方面是向汉献帝谢恩，另外希望陈登能帮他求到徐州牧的任命。为了讨好曹操，他还给曹操带去了一条上等的绶带。然而陈登见到曹操后，却对曹操说：“吕布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希望曹公能早日图谋他。”曹操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将他父亲陈规的俸禄提到了2000担，并且拜陈登为广陵太守。临别时，曹操拉着陈登的手说：“东边的事就托付给你了。”
告别曹操后，陈登返回了下邳城。当吕布得知自己的徐州牧没有着落，而陈登父子却加官进爵，就怀疑陈登出卖了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拔出戟砍向桌子，吼道：“你父亲劝我拒绝袁术的婚约，与曹操合作，可我现在是一无所获，而你们父子俩反倒是地位显赫，加官进爵，你是不是出卖了我？”陈登面不改色，从容地回答道：“我给曹操是这样说的，我说对待将军你要像对待猛虎一样，应该要把他喂饱，要不然他是会吃人的。然而曹公却说，对待将军你应该像养鹰一样，只有饥饿的时候才可以为我所用，一旦喂饱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飞走。”吕布听完后，激动的情绪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片刻之后，他对陈登说：“曹操此人狡诈，是他防着我呢，不关你的事。”就这样，袁术虽然称帝了，但是除了他自己，没人承认他这个皇帝。而且吕布不仅悔婚了，还把自己的使者送给了曹操，气得袁术暴跳如雷，立即派遣手下大将张勋和乔蕤等人与韩先和杨凤合兵，率领着数万人分7路大军向吕布袭来。此时吕布的兵力只有3000人，战马不足400匹，根本抵挡不住袁术的数万大军。惶恐之下，他连忙叫来了陈规，对他说：“我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才与袁术交恶，现在却招来了袁术的大军，你看该怎么办吧？”陈规却并不慌张，从容地说道：“韩先和杨凤之流不过是与袁术同流合污罢了，不足为惧。只要你给韩先和杨凤写信，拿些粮草引诱，必能离间他们，为你所用。”吕布只能采纳陈规的计谋，给韩先和杨凤写信说道：“二位将军护驾东归，功不可没，是可以载入史册，有着万世不朽的功勋。可现在袁术叛汉，我们应该联手对抗，你们怎能助纣为虐，前来攻打我呢？只要你们与我联手共讨袁术，袁术战败后，袁术军中的粮草全归你们。”韩先和杨凤大为高兴，立即回信表示同意。于是吕布亲率大军出发，直奔张勋的大营。在距离张勋的军营100步之时，韩先和杨凤一同倒戈，共同向张勋等人发起攻击。此战吕布大获全胜，乔蕤被活捉，10余名将领被斩，其他被杀死和落水淹死的不计其数，剩余的人马只能溃散而逃。吕布与韩先和杨凤继续率军追击，兵锋直指寿春。袁术得知后紧急调兵，双方在淮河两岸隔河对峙。但由于吕布的大军不擅长水战，不敢贸然进兵，只能将袁术痛骂了一顿后引兵而回。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官渡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在讲解这场战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此时的天下局势，以及官渡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受衣带诏及官渡之战爆发。199年，袁绍打败了公孙瓒和黑山军，北方已无人能敌。除了占据冀州之外，他还封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滨州刺史。北方4州之地尽归于他。曹操则打败了袁术和吕布，占据着兖州、豫州以及徐州。长安的韩遂和马腾在名义上归顺于他，因此司隶校尉部也属于曹操的地盘。至此，袁绍和曹操便以黄河为界，袁绍控制着河北4州，曹操则控制着河南4州。另外，江东小霸王孙策占据着江东6郡，刘表占据着荆州，刘璋占据着益州，张京控制着胶州，邯郸商控制着凉州。除了以上这些大诸侯之外，还有些小的诸侯，比如公孙度盘踞于辽东，滨州的部分地区被羌胡和南匈奴控制着，王毅占据着河东郡，张扬占据着河内郡，张绣占据着南阳郡，张鲁占据着汉中郡。对于孙策，曹操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并且为儿子曹彰迎娶了孙贲的女儿，双方结成了儿女亲家，稳住了孙策。接着，曹操便把目光瞄准了河内郡的张扬。199年2月，他率军来到昌邑，张扬的部将杨丑便杀了张扬，准备投靠曹操。
然而虽固却杀了杨丑，率领大军屯驻于社犬，准备投靠袁绍。社犬即今天河南省沂阳市东北。4月，曹操率军来到黄河岸边，派史涣和曹仁渡河进攻睢固，睢固被杀。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包围了社犬，其余部众全部投降。之后，曹操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将河北事务交给他处理后，率军退到了敖仓。之后，曹操让臧霸等人攻入青州，迅速地占领了祁郡和北海郡等地。接着，让于禁率军驻守在黄河南岸，负责监视援军。至此，曹操和袁绍的战争便一触即发了。为了对付曹操，袁绍派人去联络张绣和刘表，准备南北夹击曹操。张绣收到袁绍的信件后，准备同意，可贾诩却对张绣分析说：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属于名正言顺；而袁绍如果出兵攻打曹操，便是叛逆之举。第二，曹操兵力较弱，更愿意拉拢盟友，而袁绍兵强，如果投靠袁绍，并不会得到重用。第三，袁绍不能容人，甚至连兄弟都不能相容。之前吕布曾帮他打败过黑山旌旗，可他却要刺杀吕布，幸亏吕布跑得快，才保住了性命。然而曹操志向远大，尽管你在豫水之战中杀死了典韦和他的长子曹昂，他也一定会不计前嫌地拉拢你。最终，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向曹操投降。曹操得知后大喜，亲自前来迎接张绣。他拉着贾诩的手说：能让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呀。说罢，他拉着张绣的手一起参加宴会。之后，他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且为自己的儿子曹军迎娶了张绣的女儿，俩人结为了儿女亲家，拜贾诩为执金玉，封都亭侯。至此，袁绍拉拢张绣宣告失败。再来看刘表，按《三国志·刘表传》记载，刘表假装答应袁绍，可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准备坐山观虎斗。按《三国志·桓阶传》记载，刘表本打算与袁绍结盟，可就在这时，长沙太守张宪举长沙、零陵和贵阳3郡造反，刘表只能先去平叛，而无法出兵相助袁绍。总之，拉拢刘表的希望也落空了。除了以上这些诸侯外，还有一个人也非常重要，他没有地盘，也没有多少兵力，却志存高远，他便是刘备。他曾接受陶谦的嘱托，做过徐州牧，然而却被吕布打败，还活捉了他的家眷。不得已，他只能只身前往许县，投靠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并给他支援兵马，让他屯驻在小沛。结果他再次被吕布打败，只能再次只身前来投靠曹操。吕布被曹操活捉后，刘备力荐曹操杀了吕布。之后，曹操将他封为左将军，一起回到了许县。曹操对他非常要好，出则同娱，坐则同席。有一次，曹操对刘备说：当今天下可称为英雄的，只有你和我，原本出那些人不足挂齿。刘备当时正在吃饭，听到这番话之后，暗吃一惊，吓得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恰巧此时打了个响雷，刘备便借机对曹操说：圣人言，迅雷锋烈必变，这话是真的不假，一个响雷竟然把我吓成了这样。曹操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事实上刘备心里是非常不安的。汉献帝自从来到许县之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独揽。汉献帝不甘心只做个傀儡，便将诏书缝入衣带，秘密地传给董承，让其交给刘备。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带诏。董承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子，也是汉献帝嫔妃董贵人的父亲。他从长安护卫汉献帝东归洛阳之后，密诏曹操擒王，曹操便将汉献帝以及百官都迁往了许县。他作为汉献帝的岳父，也是汉献帝最为信任的人，他当然也对曹操的专权表示不满。于是拿到汉献帝的衣带诏后，他便与种吉、吴硕、王子服、吴子兰以及刘备等人密谋诛杀曹操。然而还没等行动开始，刘备就被曹操给派走了。当时袁术准备北上青州去投靠袁谭，曹操便派刘备和朱灵等人前去阻击。刘备领兵刚走，程昱和郭嘉等人便来劝说曹操。他们表示，刘备的雄心壮志不可估量，而且此人不甘屈人之下，因此一定不能让刘备离开许县，一旦让他离开，必定是后患无穷。
曹操听后也有些后悔，连忙派人去追，可已经来不及了。刘备到达下邳后，顺利地阻击了袁术，袁术只能退往江亭，在这里呕血而亡。之后，朱灵等人返回了许县，而刘备则立即处死徐州刺史车胄，让关羽留在下邳驻守，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小沛屯驻。徐州诸县纷纷响应刘备，很快他的军队就达到了数万之众。之后，他派孙乾北上去联合袁绍，袁绍则派遣骑兵前来支援刘备。曹操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派刘岱和王忠率军去攻击刘备，然而他们却不是刘备的对手，无法取胜。刘备对刘岱等人说：“曹操派你们前来是奈何不了我的，就算曹公亲自前来，结果也尚未可知。”200年正月，衣带诏事件败露，曹操异常的愤怒，立即将董承等人全部处死。董贵人当时已经怀孕，汉献帝多次向曹操求情，但依然没能保住董贵人的性命。至此，衣带诏的参与者就只剩下了刘备，曹操便准备亲率大军前去征伐。这时，曹操属下的将领和谋士都不赞同，他们表示，一旦大军出发，袁绍必然会从后面偷袭许县，到时候两线作战，凶多吉少啊。可郭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表示，袁绍性格迟缓，而且多疑，他一定不会很快出兵。相反，刘备刚刚兴起，人心还未完全依附，如果迅速出兵攻打，那他必定失败，否则等他羽翼丰满后就不好对付了。这是存亡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曹操听后深以为然，采纳了郭嘉的建议，立即亲率大军前去攻打刘备。田丰得知曹操出兵后，立即对袁绍说：“现在和你争夺天下的只有曹操，而曹操此刻正在出兵刘备，他们之间的战役不会很快结束。只要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后方，则必可平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切不可错过呀！”可袁绍却说：“小儿子正在生病，不宜出兵啊！”田丰气得浑身发抖，出来后就举起拐杖猛敲地面，悲哀地说道：“大事完了！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时机，竟然因为小孩生病而丧失机会，真是可喜可叹啊！”田丰的牢骚传到了袁绍的耳朵后，他非常的恼怒，从此便疏远了田丰。曹操率军到达小沛后，担心袁绍出兵许县，于是加紧攻城，不到1个月就将刘备给打败了。刘备战败后没有逃往下邳，而是逃往了青州。青州刺史袁谭率军前来接应，将他迎到了平原国。之后派人去告诉袁绍，袁绍得知后大喜，离开邺城200多里前来迎接刘备。刘备跑了，可他的家眷却还在下邳城。曹操率军来到下邳，下邳的守将关羽抵挡不住，于是刘备的家眷以及关羽等人全被曹操俘虏。之后他迅速回军前往官渡，防止袁绍过河偷袭。199年6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进攻曹操，官渡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官渡是先在哪里？官渡之战的具体战役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上期讲到，曹操围攻邺城久攻不下，郭嘉建议他放弃攻打邺城，前去攻打荆州的刘备和刘表。那么刘备是如何到达荆州的？曹操走后，袁谭和袁尚会如郭嘉所料相互厮杀吗？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南下荆州及曹操平定河北4州。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失败，袁绍仅带领800名骑兵逃回了邺城，而投靠了袁绍的刘备则逃往荆州，准备投靠刘表。到达荆州后，他派糜竺和孙乾去拜见刘表，刘表得知后非常高兴，亲自前往郊外迎接刘备，并以上宾之礼待他，之后让刘备率军屯驻于新野。荆州的豪杰俊才们得知后，纷纷的前往新野归附刘备，这让刘表非常的忌惮，开始对刘备产生了猜疑，暗中提防刘备。202年，曹操派夏侯惇和于禁南下攻打荆州，刘表派刘备率军前往叶县迎击。之后，双方在博望坡展开了激战。博望坡即今天河南省方城县西南30公里处，此处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刘备以伪遁之计在这里设下伏兵，夏侯惇和于禁果然中计，被刘备率军打败。恰逢此时，李典率兵赶来救援，刘备因为军力过少，
于是便不再追击。夏侯惇和于禁这才脱离了险境。之后，袁绍病逝，曹操率领大军前去攻打袁谭和袁尚，结果久攻不下。郭嘉便建议曹操主动撤军，向南攻打刘备和刘表，让袁氏兄弟相互厮杀，然后再见机行事。曹操退兵之后，袁谭便向袁尚提议说：“我们之所以败给曹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铠甲不精。现在曹操刚走，正是人心思归的时候，我们应该趁他渡河之时发起突袭，一定能够取胜。希望能调拨给我军马和铠甲，让我去追击曹操。”可袁尚觉得袁谭追击曹操是假，想得到他的精兵和铠甲才是真，于是既不给袁谭增兵，也不给他更换铠甲，这让袁谭非常的气愤。这时，郭图和辛平就借机对袁谭说：“你父亲之前之所以将你过继给袁基，都是因为沈佩出谋划策，陷害于你。”袁谭听后愤怒至极，立即率兵攻打袁尚。袁尚早有防备，于是双方便在外城的城门展开了激战。结果袁谭兵力不足，战败而逃，率领残兵退往南皮，即今天的河北省南皮县。袁尚的大军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了南皮。就在这时，袁谭属下的青州别驾王修率兵赶来支援，总算稳住了局面。袁谭见到王修后，高兴地说道：“成全我大军的人是你王别驾呀！”之后，袁谭整顿兵马，准备反攻袁尚。可王修劝他说：“如果你们兄弟之间往复攻击，将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啊！”袁谭听后很不高兴，但理解他的志向和节操，没有怪罪于他。然而，就算他不想打，也没用。没多久，袁尚就亲自率领大兵前来攻打袁谭了。袁谭抵抗不住，只能率兵退往平原国。袁尚的大军人多势众，袁谭的兵力较弱，不敢出城迎战，只能固城而守。可是，如果继续僵持下去，距离城破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郭图给袁谭献计说：“如今将军国小兵少，粮匮势弱，长久下去必然不敌，不如派人去联络曹操。如果曹操肯出兵，必定会先攻邺城。这样一来，袁尚只能回军救援，我们便可以引兵向西，吞并邺城以北之地。如果袁尚被曹操打败，我们就召集袁尚的散兵，反过来抵御曹操。曹操远道而来，粮饷耗尽之后必定退走，到时候赵国以北之地就都属于我们了。如果不用此计，恐怕很难成功啊！”袁谭听后当即拒绝。一方面，曹操是袁氏的宿敌；另外，曹操本就对河北四周虎视眈眈，请他支援不是与虎谋皮吗？于是袁谭没有听从。随后的几天，袁尚的攻击异常的猛烈，袁谭实在是难以支撑。这时他昂首叹息，不得不重新考虑郭图的计谋了。他问郭图派谁去联络曹操比较合适呢？郭图推荐了辛毗，于是袁谭便派辛毗前去求助曹操。此时是203年8月，曹操正在南征刘表，大军屯驻于西平，即今天的河南省西平县。辛毗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曹操的军营。然而他见到曹操后，却鼓动曹操应该趁机吞并河北。于是曹操决定再次北上前去攻打邺城。10月份，他率军到达了黎阳。袁尚得知曹操准备攻打邺城后，大惊失色，立即放弃攻打袁谭，引兵退回邺城迎击曹操。然而就在这时，袁尚属下的部将吕旷和吕翔背叛袁尚，率众投降了曹操。曹操立即给俩人封了侯。袁谭得知后，私自刻了2个将军印绶，交给吕旷和吕翔。俩人拿到印绶后，连忙交给了曹操。曹操看后笑着说道：“袁谭之所以这么干，是想让我去攻打袁尚，等到袁尚战败后，他再趁我军疲弊之时与我抗衡。可是他不想一想，如果我击败了袁尚，军心只会更加的强盛，怎么可能会疲弊，让他有机可乘呢？”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稳住袁谭，曹操将计就计，主动与袁谭联姻，让自己的儿子曹整迎娶袁谭的女儿。之后，曹操并没有去攻打邺城，而是返回了许都。到了2月份，袁尚见曹操并没有攻打邺城的迹象，于是留下苏由和沈佩镇守邺城，他自己则再次亲率大军去攻打袁谭。可是等他刚到达平原国，曹操就立即率军返回，前往攻击邺城。苏由此时驻守在环水边上，
曹操大军到达后，苏有抵抗不住，只能投降。之后，曹操的大军便到达了邺城城下，对邺城发起了攻击，但依然是久攻不下。4月，曹操留下曹洪继续攻打邺城，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牢城，即今天河北省武安市杨邑镇，打败了袁尚的部将尹凯，阻断了通往上党郡的粮道。之后，他继续率军攻打邯郸，打败了沮授的儿子沮武，阻断了幽州通往邺城的粮道以及援军。益阳县的县令韩范以及歙县县长梁启得知后，不等曹操攻打，主动投降。至此，邺城的外围被曹操清扫完毕，邺城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曹操率军回到邺城后，挖掘壕沟，将漳水引入邺城，决水灌城。顿时间，邺城就变成了汪洋一片。数月之中，城中的军民饿死者过半。7月，袁尚率军回救，将大军驻扎在距离邺城17里的阳平坪。曹操得知后，率军包围了他的营寨。袁尚知道已经是在劫难逃了，于是派人向曹操请求投降，然而却遭到了曹操的拒绝。无奈之下，他只能趁夜突围，逃往了中山国。袁尚的部下千招前往滨州，劝说滨州刺史高干迎接袁尚，可高干不但不愿意与袁尚联合，还准备刺杀千招。千招得知后，连忙逃出滨州，然而由于道路被阻，无法回到袁尚的军营，只能投降了曹操。经此一战，袁尚彻底失败，所有辎重都被曹操俘获。曹操命人拿着袁尚的印绶和节钺，招降邺城的守军。沈沛的侄子沈荣偷偷打开东城门，放曹军入城，邺城沦陷。曹操进城后，斩杀了邺城的守将沈沛。之后，他亲自前往袁绍的墓前哭拜祭奠，然后慰劳袁绍的遗孀，并将袁绍的家人和宝物都归还给了袁绍的遗孀刘夫人。袁熙的妻子甄姬当时也在邺城，由于她姿貌绝伦，被曹操的次子曹丕看中，于是便迎娶为妻。若干年后，生下了曹睿及后来的魏明帝。之后，曹操便开始营造宫殿，陆续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往了邺城。204年9月，汉献帝下诏，任命曹操为冀州牧。再来看袁谭，他趁曹操围攻邺城之机，快速地攻取了甘陵、安平以及渤海和河间。之后，率军去攻打袁尚的残兵，袁尚不敌，只能逃往固安，投奔了二哥袁熙。曹操得知后，写信怒骂袁谭违背盟约，决定与他断绝联姻，并将他的女儿送还给他。12月，曹操发兵平原国，袁谭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只能撤出平原，退守南皮。曹操趁机进入平原国，并收复了周边的诸县。205年正月，曹操率军进攻南皮，袁谭领兵迎战，双方从天亮一直打到中午，仍不能取胜。曹操亲自擂鼓助威，士卒们奋力搏战，终于攻下了南皮。袁谭骑马准备逃走，却被曹纯麾下的骑兵给斩杀了。之后，郭图也被斩杀，袁谭和郭图的妻儿也全被处死。至此，冀州和青州都被曹操控制，河北4州只剩下了滨州和幽州。袁尚到达幽州后，幽州的大将焦楚和张南起兵反袁，袁尚和袁熙只能逃往乌桓。焦楚自称幽州刺史，举城归附曹操，至此幽州也被曹操控制。4月，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领着10余万部众投降曹操。10月，滨州刺史高干也投降了曹操，曹操仍任命他为滨州刺史。之后，曹操进攻广平，即今天北京市密云区石峡村。高干见曹操后方空虚，于是举兵叛曹，并密谋袭击邺城。曹操派乐进和李典讨伐高干，高干退守虎口关，成功地抵挡住了曹军的进攻。206年正月，曹操亲率大军前来征讨，高干得知后，自知难以抗衡，留下部将夏昭和邓生守城，自己则逃往南匈奴，向匈奴单于呼出拳求救，但单于不敢收留，他只能逃往荆州。然而在途中被上洛都尉王衍给捕杀了。至此，袁绍的4州之地尽归曹操。207年，曹操回到邺城，大封功臣20多人。之后，为了彻底肃清袁氏的残余势力，他决定远征乌桓。那么，乌桓能够顺利攻下吗？我们下期接着讲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诸葛亮，三国时期的重要谋士，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关于他的典故和事迹非常之多，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空城计、出师表等典故，无不展现他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那么在正史中，他是如何来到荆州？刘备又是如何请他出山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的成长史及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郡阳都人，即今天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西汉时期，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做过司隶校尉，到他父亲这一辈，他的父亲诸葛圭则只做了个泰山郡的郡丞。181年，诸葛亮出生于阳都。然而，在他3岁的时候，母亲张氏病逝；8岁的时候，父亲诸葛圭也病逝了。之后，他和弟弟诸葛均便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生活。当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郡太守，于是他便带着诸葛亮等人前往豫章郡上任。豫章郡的治所在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后来，朝廷任命朱浩为豫章郡太守，代替了袁术任命的诸葛玄。诸葛玄只能带着诸葛亮等人前往荆州避难，投靠了荆州幕僚表。197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便在隆中隐居。隆中即隆中山，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城西13公里处。他平日喜欢吟诵梁甫吟，并常以管仲和乐毅自比，可人们却对他不屑一顾，只有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他的才干。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身长8尺，容貌甚伟，羽扇纶巾，并经常乘坐被称为素语的4轮车。虽然他乘坐的车与现代车相隔1000年，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也想买车，那在买车之前一定要先下载懂车帝，查好底价再去买车。我买车的时候是拿着底价去买的，直接便宜了几万元。现在登录懂车帝，输入城市跟车型，立马就能查询到当地真实的成交底价。而且在懂车帝，你还能看到不同车主的用车心得、汽车文化研究，买车、选车、玩车都特别实用。想买车的兄弟，快点左下角下载吧。201年，官渡之战失败后，投靠了袁绍的刘备，前往荆州依附于刘表，屯兵于新野。荆州的豪杰们得知后，纷纷前往新野投奔刘备，其中就有颍川人徐庶。徐庶本名徐福，早年由于替人报仇被官吏抓获，获救后改名为徐庶。之后他不再舞枪弄棒，而是一改平时的季节开始求学。后来他与同郡的石广元避难于荆州，结识了司马徽、崔州平以及诸葛亮等人。207年，刘备已来到荆州6年之久，由于刘表只会坐而论道，偏安一隅，导致刘备6年来毫无建树，心情颇为郁闷。有一天，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意和他相见吗？”刘备说：“你可以和他一起来。”可徐庶却说：“这个人你可以相见，但不能屈就他前来见你，而是将军你应该放下自己的身份，亲自前去见他。”接下来便是《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故事——三顾茅庐。然而在正史中，关于此事的记载较为简单。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先主遂衣亮，凡3往，乃见。”《魏略》中记载：“备入南阳，以亮为宾客，食在草庐。”可见没有明确记载刘备前往的次数。《襄阳记》中描述的是刘备访诸葛亮于隆中，三顾往返，其实未尝相见。同样没有记录具体的过程和细节。总之，刘备最终见到了诸葛亮，他让众人回避后，向诸葛亮请教说：“现在汉室倾颓，奸臣当道，我想伸张大义，重振天下，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不够，所以时常失败，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但是我的志向还没有罢休，先生可有计谋帮助于我？”诸葛亮分析说：“自董卓乱汉以来，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者数不胜数。当初曹操与袁绍相比，名微而众寡，然而他却最终打败了袁绍。他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不仅依靠天时，更重要的在于人谋。现在曹操已拥有100万大军，挟天子而令诸侯，单从这点来看，确实不能与其较量。再看孙权，他占据江东，历经3世，凭借着地势险要、民众归附，而且任用贤能，
所以对待孙权，你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切不可有图谋之心。最后是荆州，北靠汉水和沔水，南连南海，东面与吴郡和会稽郡相连，西边和巴郡和蜀郡相通，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刘表并没有能力守住荆州，这正是上天资助于将军。将军难道没有占据的想法吗？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地。汉高祖刘邦凭借此地成就帝业。然而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任凭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虽然民因国富，但不知道体恤子民。益州凡是有智谋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室宗亲，义气和威望闻名于天下，而且求贤若渴。如果你能占据荆州和益州，凭借两州的险要之地，西面与戎族修好，南面安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正理，一旦天下的形势发生变化，你就派出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大军向南阳和洛阳发兵。将军你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从秦川出击，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来欢迎将军您呢？到时候将军称霸的事业定能成功，汉室的天下也必能复兴。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刘备听后大喜，力邀诸葛亮出山相助。于是诸葛亮便出山入穆，跟随刘备来到了新野。刘备经常和他议论天下大事，关系也日渐亲密。关羽和张飞便感到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得到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一般，希望诸位不要再抱怨了。”这一年，诸葛亮年仅27岁。就在诸葛亮出山的这一年，曹操平定了3郡乌桓，肃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北方4郡基本平定。接下来，他便准备攻打荆州的刘表。刘表有2个儿子，分别是刘琦和刘琮。起初，由于长子刘琦与刘表长相相似，深得刘表喜爱。可后来，次子刘琮迎娶了刘表继室蔡夫人的侄女，蔡氏就爱屋及乌，开始喜爱刘琮而讨厌刘琦。另外，蔡氏的弟弟蔡瑁以及外甥张允被刘表重用后，也与刘琮亲近，而与刘琦为敌。刘琦深感不安，准备请诸葛亮帮他出谋划策。然而他数次请教诸葛亮，却都被诸葛亮婉言谢绝。有一次，刘琦与诸葛亮对饮之时，安排人将梯子撤走，然后他对诸葛亮说：“现在我们俩人向上到不了天，向下接不了地，话出你口，进入我耳，没有任何人能够知晓。现在可以说了吗？”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好对刘琦说：“你没有听过申生在国内导致祸患，重耳逃亡在外而获得生存吗？”刘琦顿时明白，诸葛亮是想让他外出自保。此时江夏太守黄祖刚死，于是他便给刘表自荐，请求前往江夏。黄祖是孙权最为痛恨之人，因为他的父亲孙坚就是死在了黄祖的手中。孙策在世时曾经打败过黄祖，但并未剿灭。之后刘表让他领兵驻防江夏，任江夏太守。208年，孙权以周瑜为前部大都，第3次西伐黄祖。最终黄祖兵败，在逃亡途中被孙权的骑士冯泽追上之后斩首。孙权下令将黄祖的首级盛放在容器之中。黄祖死后，刘琦便接替他成为了江夏太守。然而就在这一年，刘表病重，刘琦得知后便返回襄阳探望。可是张允等人担心他们父子相见后刘表反悔，让刘琦继任。于是他们不许刘琦入内探望，而是让他继续前往江夏镇守。刘琦只能流泪而去。不久后，刘表病逝，刘琮正式继位。据《英雄记》和《魏书》记载，刘表病危之时，想将荆州让给刘备，刘备不忍趁人之危，而再三推却，但其他史书中并未记载。就在这时，曹操率领着20万大军，已经到达了南阳郡的治所宛城，准备一举平定荆州。刘琮得知后非常恐慌，立即瞒着刘备，派遣使者向曹操投降。而刘备此时屯兵于樊城，过了许久，他才得知刘琮投降之事。那么荆州能够顺利归降曹操吗？刘琮投降后，刘备又会何去何从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刘备是如何借到荆州的，借的是哪些地方？周瑜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的才华而被气死的吗？关于这段历史在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借荆州，
及周瑜英年早逝。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慌忙退回许都，让自己的堂弟曹仁驻守江陵，刘备和周瑜则率领数万大军沿江而上，一直追到了南郡的治所江陵，向曹仁发起攻击。然而，由于江陵城池坚固，守将曹仁勇猛善战，孙刘联军一时难以攻破，只能隔江对峙。这时，甘宁给周瑜献计，他请求亲率数百人，从小道直取江陵上游的夷陵，只要拿下夷陵，便可东西两面夹击曹仁，迫使曹仁北撤。夷陵即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甘宁日夜兼程到达夷陵，由于城内并没有多少兵马，所以很快就被甘宁给攻破了。曹仁得知后大惊，立即派出5、6千人前去围攻，可甘宁此时只有几百人，加上破城之后新增的兵员，也不过1000人左右，根本无法抵抗。于是连忙派人向周瑜求援。周瑜得知后与众将商议，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去救，因为如果派去的兵太少，无法救出甘宁；如果派去的兵太多，则会造成江陵空虚，曹仁趁机攻打，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吕蒙却对周瑜说：“我和你一起前去救援，留下凌统防守江陵，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返回，我保证凌统最少能坚守10天。”周瑜采纳了吕蒙的建议，亲率主力驰援夷陵。走到半路的时候，吕蒙又给周瑜出了个计谋，他让周瑜派出300人，用木柴把本来就险峻的山路截断，以阻挡敌军逃跑。之后，他们率军到达夷陵，立即发起攻击，曹军大败，所杀过半，剩余的人马只能趁夜逃走。可走到半路的时候，本就险峻的道路被周瑜派人用木柴给挡住了，曹军无奈，只能下马步行。这时，周瑜率军追上，曹军只能放弃战马逃跑，周瑜便俘获了战马300多匹，军威大振。之后，他们快速回到江陵，趁胜向曹仁发起攻击。曹仁登城远望，见周瑜的前锋已经有数千人抵达了城下，他立即招募300名勇士，交给部将牛金统领，让他出城迎敌。可吴军有数千人，牛金只有300人，很快他们就被吴军给包围了。眼看这300人有去无回，城上观战的曹军将士无不大惊失色。可主将曹仁镇定自若地下令备马，他要亲自出城营救。陈缴等人极力劝阻，可曹仁不听，立即披甲上马，仅带领数十名骑兵就冲出了城门。牛金等人见主将前来，军心大振，奋勇杀敌之后，终于突出了重围。就在众人稍微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只见曹仁再次冲入敌阵，因为敌阵之中还有被困之人，通过一番厮杀，曹仁将剩余人马全部救出，这才退回了城里。陈缴等人无不感叹道：“将军真乃神人也。”就这样，周瑜和曹仁谁也战胜不了谁，双方只能在城下对峙。一直到209年12月，整整1年时间，江陵城依然没有攻下。周瑜非常着急，他决定与曹仁约定日期，展开一场决战。曹仁立即答应，于是双方便在江陵城外摆开阵势，互相冲杀。周瑜亲自骑马督战，然而在激战的过程中，周瑜竟然被飞箭射中了右边的肋骨，伤势非常严重，只能引军退回营垒。曹仁得知周瑜受伤后，亲自督军前来攻打。周瑜见状，强忍着伤势从病床上起来巡视各营，激励将士。吴军奋勇杀敌，曹仁抵挡不住，弃城而走，江陵城终于落入了周瑜之手。孙权得知后非常高兴，任命周瑜为偏将军，兼领南郡太守。那么周瑜和曹仁鏖战期间，刘备去往哪里了呢？原来刘备听取了诸葛亮的计谋，他趁周瑜和曹仁激战之时，表刘表的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率领大军前往荆州南部。结果武陵太守金玄、长沙太守韩玄、贵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全部投降，刘琦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荆州南部的4个郡。不久之后，刘琦病逝，众人便推举刘备为荆州牧。周瑜将南郡长江以南的地盘分给刘备，刘备将治所设在游江口，之后改为公安城，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至此，随着周瑜夺取南郡，刘备招降荆南4郡，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分别被曹操和刘备以及孙权瓜分。其中，曹操占据着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的部分，
孙权占据着江夏郡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南郡的大部，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以及南郡长江以南的部分。之后，刘备亲自前往京口与孙权会面。这时，周瑜认为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连忙给孙权写信，建议把他安置在吴郡，给他修筑宫室，赐给他美女和珍宝，让他享受声色之余，然后让他与关羽和张飞分开，趁机软禁刘备。可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仍然需要刘备的牵制，而且担心刘备一时难以制服，所以就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相反，他为了继续巩固孙刘联盟，还将其妹妹嫁给了刘备。孙权的妹妹在《三国志》中被称为孙夫人，民间戏剧则称其为孙尚香。他才智敏捷，刚强勇猛，身边跟随着100多名士兵，手执大刀守卫在他的身边，即便是刘备进入内房时，都感到害怕和恐惧。之后，周瑜和甘宁力劝孙权西取巴蜀，然而孙权犹豫不决，前去征求刘备的意见，可刘备早就有占据巴蜀的打算了，因此他便巧妙地劝阻孙权。210年，周瑜再次给孙权建议说：“我恳请与奋威将军一起夺取蜀地和张鲁，然后留下奋威将军固守，并与马超结盟。我回来之后，便和将军一起占据襄阳，进逼曹操，北方便可谋取。”孙权终于同意了周瑜的战略方案，于是周瑜便从京口出发前往江陵，准备在江陵整顿兵马，夺取益州。然而当他走到巴丘的时候，却突发疾病，不幸病逝，年仅36岁。巴丘即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孙权得知周瑜病逝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哭泣着说道：“公瑾有亡左之姿，然而寿命短促，以后还能依赖谁呀？”周瑜的灵柩运回吴郡的时候，孙权亲自前往芜湖迎接，并穿上丧服为其取哀。得知周瑜病逝后，刘备以土地稀少，不足以安民为由，向孙权请求都督荆州。孙权找来鲁肃商议，鲁肃基于战略考虑，劝说孙权将东吴占据的部分荆州之地借给刘备，让他站稳脚跟，与东吴一起抵御曹操。于是孙权便同意将南郡借给刘备。所以刘备借荆州，其实借的只是荆州的南郡，而且只是南郡长江以北的部分。就这样，周瑜耗时1年之久拿下的南郡，前往益州重要的战略要地，最终刘备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至此，3分天下的雏形基本形成，刘备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去投靠别人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曹操和孙权在濡须口激战的时候，作为孙刘联盟的刘备为何不去救援孙权呢？刘备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卧龙和凤雏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超又是如何来到成都投靠刘备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庞统在落凤坡殒命及刘备夺取巴蜀之地。212年，曹操亲率大军前往濡须口，再次征伐江东，孙权连忙派人向刘备求援。此时刘备依然驻守在嘉门关，并未向张鲁开战。接到孙权求援的消息后，他连忙向刘璋请求东还，并希望刘璋能给他支援1万兵马以及相应的粮草物资。然而刘璋却只答应给他4000士卒，粮草物资也只给1万。这时张松听说刘备准备返回荆州，连忙给他写信说，益州这边的大事马上就要成功了，你为何要在此时返回荆州呢？结果信件还未发出，他与刘备密谋益州的事就被他的哥哥张肃给知道了。张肃担心张松背叛刘璋会牵连到自己，于是连忙向刘璋告密。刘璋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将张松抓捕起来给处死了，并且命令所有关隘封闭道路，不准刘备离开益州。至此，刘璋和刘备彻底反目。刘备此时的兵力不足10000人，而且还在益州的腹地，情况非常危急。他连忙找来庞统商议，庞统便告诉刘备，他有上中下3条妙计，其中上计是趁刘璋不备，立即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接偷袭成都，这样益州便可一举而定。中计则是假装准备返回荆州支援孙权，临行前邀请驻守白水关的杨怀和高沛前来相见。此2人是蜀中名将，而且白水关的守军又是益州的精锐之师，他们得知我们要走，
必定只率领轻骑前来相见，到时候便可将他们齐杀。这样不仅能解除我们南行的后顾之忧，还能俘获他们的部众进兵成都。然后就是夏季，立即引兵退往白帝城，与荆州连接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图谋益州。无论如何，不能继续在这里久留，如果犹豫不前，必将大难临头啊！刘备听完，思考再三之后，决定采用较为稳妥的中计。按照庞统的计谋，他邀请白水关的守将杨怀和高沛前来相见。二人到达后便被斩杀，白水关的部众也被刘备吞并。然后他命令黄忠和卓英率军先行，大军开始向成都进发。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之处全被顺利攻克，很快便到达了涪城。涪城的守将是梓潼县的县令王廉，他紧闭城门拒不投降。刘备觉得此人是守义之士，不愿意发起强攻，两军便在涪城对峙。刘璋得知刘备已经起兵后，连忙与属下商议。益州从事正度便向刘璋献计说，刘备的兵力不足10000人，而且百姓尚未归附，军队缺乏辎重，因此他们只能就地征集粮草。只要我们把巴西郡和梓潼县的百姓迁往涪水以西，并将当地的粮仓和野谷全部烧毁，然后深沟高垒，等待着刘备。无论他如何请战，我军一概不出。等时间一长，他们的物资必然断绝，不出100日，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到时候我军乘虚追击，定能活捉刘备。可刘璋却说，我只听说抗击敌人以安抚百姓的，未曾听闻干扰百姓以躲避敌人的。于是不仅拒绝使用此计，还将正度给罢免了。随后他派遣刘珪、凌苞、张仁、邓贤、吴懿等将领，率领大军前往涪城阻击。大军到达涪城，便与刘备展开激战，结果由于不敌刘备，吴懿率军投降，其余将领则率领残兵退到绵竹继续抵抗。由于刘璋没有采纳正度坚壁清野的计谋，致使刘备得到了充足的物资，然后率军向绵竹挺进。刘璋增派李严和费观等人率领绵竹守军抵挡刘备，结果李严和费观不敌，也率众投降了。张仁和刘询等人只能退守洛城。洛城即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就这样，刘璋的大军节节败退，而刘备的兵力却是越打越多。他一面派兵继续平定各县，一面命令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人从荆州出发，攻占白帝城、江州以及江阳郡，准备两面夹击刘璋。洛城距离成都已不足100里，只要拿下洛城，便可进逼成都。于是刘璋的大军知道已经退无可退，只能主动出击迎战刘备。此战中，庞统亲自率军攻击，然而在激战的过程中却被飞箭射中，不幸身亡，年仅36岁。他由于流血过多，战衣被鲜血染红，因此当地人便把庞统阵亡的地方称为血坟，《三国演义》则称其为落凤坡。刘备得知庞统战死的消息后，悲痛落泪。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将他的父亲任命为议郎，后来升为谏议大夫，追赐庞统为关内侯。之后又在距离落凤坡西南2公里处修建了庞统祠墓。庞统战死后，刘备继续率军攻打洛城，214年夏，终于攻破洛城，接下来便准备进攻成都了。他一面率军挺进成都，一面命令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人向成都靠拢。同时，他派李晖前往汉中，说服马超前来助阵，共同围攻成都。那么，马超为何会来到汉中呢？这还要从212年，曹操在潼关通过离间之计，打败韩遂和马超等人说起。马超被曹操打败后，逃往凉州，凉州诸县纷纷响应，于是他很快便集结到了10000余人。同时，他还得到了张鲁的支援。于是他便准备攻打凉州的治所继城，即今天的甘肃省甘谷县。曹操得知后，立即将马超在邺城的3族亲人全部斩杀，包括其父亲马腾以及2个弟弟。驻守继城的是凉州刺史韦康，他自知无法抵抗马超，于是连忙派遣严温去向夏侯渊求救，结果严温却被马超给俘获了。严温假装投降马超，马超便带他来到继城城下，让他劝降城内的守将。结果严温朝着城内大声喊道：“援军不出3天就可到达，大家一定要坚守城池。”马超听后恼羞成怒，立即将其斩杀。
然而，城内的韦康不仅没有听从严温继续坚守，反而开城投降了马超。马超进城后，就将韦康给处死了。不多时，夏侯渊领兵前来救援，结果却被马超打败，撤回了长安。之后，马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兵州牧。韦康的旧部杨阜等人虽然投降了马超，但暗中却伺机反叛。有一天，杨阜的妻子去世，他便请假准备返回西城郡，即今天的陕西省安康市。路过历城的时候，他劝说自己的亲戚姜绪起兵讨伐马超，结果姜绪及其同郡人武都人李俊和王陵、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渠和庞公等人纷纷响应，他们在鲁城起兵，联合讨伐马超。鲁城即今天的甘肃礼县盐官镇。身在蓟城的赵渠得知后，劝说马超出城迎击，结果马超刚出城，他就与梁宽等人关闭了城门，杀死了城里的马超妻儿。此时的马超，蓟城已经回不去了，鲁城又攻不下来，只能转向攻入历城，杀死了姜绪的母亲和兄弟后，放火烧城而走，投奔了汉中的张鲁。张鲁非常欣赏马超，不仅封他为都讲祭酒，还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他属下劝说道：“马超此人连他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惜，还能爱惜别人吗？”张鲁这才打消了嫁女儿的念头。之后，马超向张鲁借兵，准备返回去继续攻打凉州。他将赵昂等人围困于岐山之上，姜绪急忙向夏侯渊求救，夏侯渊便派张合率领5000步骑兵穿过陈仓峡道救援岐山，他自己则亲自督粮在后。然而，马超在岐山围攻了30天未能攻下，而张合的大军已经快要到达。此时，张鲁的部下杨昂嫉妒马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马超只能逃入敌人的部落。就在马超无路可走的时候，李辉在刘备的授意下前来与他交好，马超立即答应归附刘备。刘备非常高兴，连忙派人去迎接，并将自己的一支军队交给马超，让他率兵前往成都城北，共同合围成都。成都城内的守将们非常忌惮马超，得知马超到来后非常恐慌。蜀郡太守许靖首先坚持不住，准备越城投降刘备，结果事情败露，没能出城。此时城中有精兵3万，粮食足够支撑1年，官吏和百姓们已经做好了死守成都的准备。可刘璋却说：“我父子2人在益州经营了20多年，不仅没能给百姓施加恩德，还打了3年的仗，很多人因此死于草莽野外，这都是我的缘故，我怎能安心呢？”于是他派张翼为使者向刘备请降，刘备给他许诺一定会礼待刘璋，并安抚百姓。刘璋便打开城门出城投降，部下们得知后无不痛哭流涕。之后刘备将刘璋的所有财物都归还于他，并封他为镇威将军，让他前往荆州的公安城居住。至此，刘备兵不血刃拿下成都。之后他自领益州牧，益州从此便归属于刘备。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215年，刘璋举城投降，刘备自领益州牧。至此，刘备不仅拥有荆州5郡，还掌控了益州的巴蜀之地。这时，孙权认为刘备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那么当初借给他的南郡就应该还给江东了。那么刘备会顺利的归还荆州吗？湘水之盟又是如何签订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拒还荆州及湘水之盟。赤壁之战后，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分别被曹操、刘备和孙权3家瓜分。曹操占据着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之地，孙权则得到了江夏郡长江以南之地以及南郡，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这时，刘备认为南郡是北伐的要塞，只有得到南郡之后才有机会北伐曹操。况且南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有得到南郡才能算得上是荆州之主。于是他便以荆南4郡不利于发展为由，2次向孙权提出索要南郡。这时鲁肃给孙权分析说，南郡毗邻曹操，如果曹操大军南下，江东便要独自面对曹操的进攻，不如扶持刘备联合抗曹。于是孙权便答应将南郡借给刘备，这样刘备便拥有了荆州5郡。215年，刘备从刘璋的手中取得了巴蜀之地，孙权便打算收回荆州的南郡，
于是便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商议。可刘备却说，荆州肯定是会还给孙权的，但是等我先拿下凉州之后，便立即归还荆州。诸葛瑾无奈，只能回去复命。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既然不肯归还，那就只能去抢回来了。于是他让鲁肃率领万余人马屯驻于益阳，以牵制关羽，让吕蒙率领2万精兵前往荆州南部，夺取长沙和零陵以及贵阳3郡。吕蒙到达后还未开打，长沙和贵阳2郡的太守便望风投降了，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拒不投降。消息传回成都，刘备非常震惊，亲自率领5万大军从成都赶往公安城督战。他让关羽率领3万大军先去救援，关羽便率领大军前往益阳。大军出发后，他挑选了5000精兵亲自率领，准备先行渡河。鲁肃得知后，立即让甘宁率领1000人提前守住渡口，关羽不得已，只能在河对岸安营扎寨。后来这里便被称为关羽赖。得知刘备的大军已经从成都赶来，孙权也从建业出发，前往鹿口坐镇指挥。鹿口即今天湖北省嘉鱼县的鹿溪镇。他一面命令鲁肃抵抗关羽，一面给吕蒙传递紧急文书，让他放弃攻打零陵郡，立即回师支援鲁肃，共同对付关羽。此时吕蒙正在赶往零陵郡的路上，准备攻打零陵太守郝普。接到孙权的紧急文书后，他并没有给部下们公开，而是连夜召集将领，布置作战任务，并且下令天亮后便准备攻城。此时他们刚好到达陵县，即今天的衡阳市朱辉区的和平乡湖东村。他得知这里有一位郝普的好友，名叫邓玄之，于是他便把邓玄之找来，对他说，郝普想行忠义之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恐怕还不了解现在的形势。此时刘备远在汉中，正在被夏侯渊围困，关羽则在南郡，已经被孙规打败，因此刘备大军已经是首尾不能相顾，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余力营救零陵呢？反观江东，孙权已经亲自抵达南郡，过不了1天，我便会攻破零陵的城池，到时候不仅郝普自己的性命不保，连他100岁的老母也会受人诛杀，岂不痛心？我猜想他应该是没办法得到外面的信息，以为会有外援可以依靠，所以才顽抗至今的，不如你去见他，向他陈述利害。于是邓玄之便赶往零陵，将吕蒙的意思转述给了郝普。郝普听后信以为真，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便放弃抵抗，出城投降了吕蒙。这时吕蒙拿出孙权给他的紧急文书，让郝普观看，并且拍手大笑。郝普这才得知刘备正在赶往公安城，关羽也并未被打败，而且已经到达了益阳，只要他再坚守1天，吕蒙便会主动退走。这时他虽然已经得知自己被吕蒙给骗了，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吕蒙兵不血刃，拿下了零陵郡。接着他便与孙角和潘璋等人率部赶往益阳，准备与鲁肃一起迎战关羽和刘备。至此，孙刘大战一触即发。这时鲁肃邀请关羽单刀赴会，再次商讨归还荆州之事。他们将各自的兵马布置在100步之外，只有将领们带着单刀前来赴会。会上，鲁肃指责关羽说，我们真心诚意地将土地借给你们，是因为你们兵败远方而来，没有立足之地。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就应该将荆州归还，而且只要求你们归还长沙、贵阳和零陵3郡，难道你们还不愿意吗？关羽反驳说，赤壁之战时，我大哥刘备亲自参战，睡不脱衣，全力攻曹，难道就徒劳无功，连一块土地都分不到吗？你现在竟然要来收取土地？鲁肃回答说，我当初与刘备在长坂坡会面的时候，你们连1名校尉率领的人马都抵挡不住，计穷虑急，士气低落，都准备远逃苍梧了。那时候你们能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就吗？我家主公见你们没有立足之处，才将荆州借给你们，没想到刘备却自私自利，虚情假意，损坏了我们的情谊。现在他已得到了益州，还想占着荆州不还，这样的事连普通人都不忍心去做，何况他还是领军人物呢？鲁肃话音未落，关羽属下的将领便大声地说道，只要有仁德的人便能占有土地，哪有一家占住永远不放的道理？鲁肃当即大声呵斥，辞色严厉。关羽对鲁肃还是非常尊重的，
于是他立即拔刀怒吼属下道：“这是国家大事，你瞎说什么？”边说边给他使眼色，让他赶紧出去。就这样，双方的商谈再次不欢而散。此时，刘备的大军也已到达，双方剑拔弩张，正准备大战一番的时候，突然从北方传来了一个消息：曹操率领10万大军已经出发，准备前往汉中去攻打张鲁。这让刘备非常的担忧，一旦汉中被曹操拿下，那么益州便门户大开，曹操必定会顺势攻打益州，到时候他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孙权讲和，尽快赶往益州抵抗曹操。面对刘备的请和，孙权连忙召集属下商议。鲁肃等人认为，曹操雄踞北方，实属大患，孙刘两家应该互相依赖，同仇敌忾，不能因为小利而影响大局，因此应该同意与刘备议和。可吕蒙觉得应该尽快消灭关羽，以求独据长江。最后，孙权采纳了鲁肃等人的主张，继续维持孙刘联盟。而且，曹操既然已经出兵汉中，那么结束了与刘备的纷争后，便可引兵去争夺曹操在合肥的地盘。于是，双方罢兵讲和。他们商定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归属于孙权，湘水以西归属于刘备，史称湘水划界，也被称之为湘水之盟。至此，孙刘联盟的这次纷争便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然而，湘水之盟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刘备和孙权之间的矛盾，这为后来关羽败走麦城留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的大部，孙权占领江东，曹操占领北方各州，天下三分的局势基本奠定。接下来，三方把目光都放在了益州。那么，益州的刘璋会如何应对？关中的韩遂和马超，汉中的张鲁又会如何选择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韩遂和马超败逃及刘璋迎接刘备入蜀。210年，曹操在半夜时分看见一道金光由地而起，第二天他便派人去挖，结果挖出了一只铜雀。荀攸便给曹操说，当年舜帝的母亲梦见玉雀坠入怀中，结果生出了舜帝。今天曹公得到铜雀，一定是吉祥之兆。曹操听后非常高兴，决定在漳水之上修建铜雀以及金凤和玉龙3座高台，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其中以铜雀台最为壮观。铜雀台修建在今天临漳县以西17公里的三台村齐桓公时期的古邺城遗址之上。211年正月，曹操将次子曹丕封为武关中郎将以及副丞相。3月，他让夏侯渊等人从邺城出发，前往河东郡，与司隶校尉钟繇会合后，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前往汉中必须得经过关中，因此关中的韩遂和马超等人便心生一惧，觉得曹操攻打张鲁是假，借机攻打他们是真。于是立即联合关中的张衡和梁兴、安定的杨秋、河东的侯选、程寅、李堪以及马玩和程颐等10部，共约10万兵马集体反叛。曹操立即派出大将曹仁出兵讨伐，马超等人得知后屯驻于潼关防守。潼关即今天陕西省潼关县秦东镇的杨家庄附近。曹操给诸将下令说，关西将士勇猛强悍，你们只可坚守，不得与他们交战。之后他亲率大军前往潼关战场。8月，曹操的大军到达，与马超的大军隔着潼关对峙。他亲率大军拖住马超，然后让徐晃和朱灵等人趁着天黑偷偷地渡过蒲坂津，在河西安营扎寨。蒲坂津位于今天山西永济的蒲州镇和陕西大荔的朝义镇之间的黄河上。闰8月，曹操在潼关北面强渡黄河，可渡到一半的时候，马超率军赶来，猛攻曹军的船只。校尉丁斐见情况危急，放出大批牛马引诱敌军。敌军由于争抢牛马，队形大乱，曹操借机渡过了黄河。战后，诸将请教曹操说，马超等人驻守潼关，而渭水以北并没有防守之兵，我们为何不从河东郡渡河去攻打左平邑，反而在潼关与敌兵对峙，并且拖延了许久才北渡黄河呢？曹操回答说，如果我们从河东出兵，马超等人肯定会守住全部渡口，那样我们就无法渡河了。可是只要我率领重兵逼近潼关，
他们就一定会全力前来防守，这样河西的防备就会空虚，徐晃和朱灵等人才能顺利地到达河西。而且关中地域辽阔，如果敌军各自凭险固守，我们没有1-2年是无法平定的。我让他们全都聚集在这里，这样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彼此不和，没有统一的主帅，反而我们消灭起来更加容易。此时马超等人退到了渭水的河口进行抵抗，曹操设了很多疑兵假装攻打。与此同时，他派出大军趁夜架设浮桥，偷偷地到达了渭水南岸扎营。马超等人得知后，趁夜偷袭曹营，可他们的行动都在曹操的意料之中。曹操让提前埋伏好的伏兵出击，将他们打败，马超等人只能退守渭南。这时，他们觉得取胜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连忙派人给曹操送信，希望将黄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曹操，以求和曹操议和，可曹操却断然拒绝。马超等人只能多次派兵前来挑战，可曹操并不应战。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再次派出使者前来求和，并且除了割地，还答应将自己的儿子送往邺城为人质。这时，曹操听取了贾诩的计谋，假装答应和他们讲和。由于曹操的父亲和韩遂的父亲是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算是有一点交情，于是关西诸将便派韩遂前来与曹操会谈。两人来到阵前，马靠着马谈了很长时间，可曹操并不和他谈论军事，而是像朋友一样拉起了家常。说到高兴的时候，俩人还拍手大笑。会面结束后，马超急忙上前询问韩遂和曹公谈得怎么样。韩遂回答说，并没有讨论具体内容。可马超等人不肯相信，对韩遂产生了猜疑。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写信，故意在信上涂改了很多地方，假装是韩遂自己改的。马超等人便更加的猜疑韩遂。接着，曹操与他们约定日期会战，他先用轻兵挑战敌军，双方激战了许久后，曹操派出精锐骑兵前后夹攻，大败关中联军。韩遂和马超败走凉州、杨丘，逃回安定。程颐和李堪等人战死，至此关中得以平定。接下来便准备攻打汉中的张鲁了。益州牧刘璋得知后，心中非常的惶恐。刘璋是刘焉的幼子，刘焉是西汉鲁公王刘虞的后裔，因为宗室身份，他被授予中郎的职位，后来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职。汉灵帝时期，他见朝纲混乱，王室衰微，便请求任胶州牧，准备前往胶州躲避事乱。侍中董福得知后，劝他说，益州有天子之气，不如前往益州。于是他便改变主意，请求为益州牧。188年，刘焉前往益州上任，但除了三子刘茂跟随他入蜀外，长子刘范、次子刘旦、幼子刘璋全都留在洛阳。此时有一个姓卢的妇女，擅长驻颜之术，让自己始终保持少女的容颜，而且懂得神鬼解说，与刘焉家往来亲密。她便是张鲁的母亲。张鲁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教祖张道陵的孙子。天师道也被称为正一道或者五斗米道，于是张鲁便成为继他祖父和父亲之后五斗米道的第3代天师。由于他母亲与刘焉家关系亲密，于是刘焉便任命他为都邑司马，率军打败了汉中太守苏固。之后在刘焉的授意下，他截断斜谷道，占据了汉中。董卓控制朝堂的时候，刘焉不听董卓调遣，于是董卓便将他留在京师的3个儿子全都给关押了起来。后来刘焉自称身体有病，幼子刘璋便上奏朝廷，请求入蜀探望父亲。刘璋回来之后，便被父亲留在身边，不再返回洛阳。刘焉去世后，益州的官吏见刘璋温仁，便于掌控，于是上书朝廷，推举他继续掌管益州。汉献帝下诏，任命他为益州牧。刘璋继任后，张鲁不听刘璋的号令，刘璋便杀害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从此双方便成为了仇敌。刘璋多次派人攻打张鲁，都被张鲁给击退了。此时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攻打张鲁，非常惶恐，一旦汉中被曹操拿下，益州便无险可守了。于是他连忙召来张松商议。张松对刘璋说，曹操的兵马无敌于天下，如果让他得到张鲁的物资，然后再攻取蜀地，谁还能阻挡得住他呢？刘璋担心地说道，我也深以为忧，可如何是好呢？
张松趁机提议说，刘备是你的同宗，也是曹操的仇敌，如果派他讨伐张鲁，必能取胜。一旦张鲁被打败，益州便实力强盛，曹操也就无能为力了。接着张松又说，现在益州的将领庞熙和李毅等人居功自傲，而且心怀异志，如果得不到刘备的帮助，到时候我们将面临的则是外有强敌攻击，内遭乱民骚扰，这是走向败亡的道路啊！刘璋听后更加的惶恐，立即采纳张松的建议，让法正率领4000兵马前去迎接刘备，并且赠送给刘备的物资数以亿计。刘备热情地接待了法正，法正觉得刘备有雄才大略，是个可以辅佐的明主，于是他私下给刘备献计，希望刘备可以借机图谋益州。可刘备有些犹豫，不能决断。这时庞统也趁机劝说刘备夺取益州。那么刘备能够听从庞统的建议吗？益州又是如何拿下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汉中之战，曹操和刘备双方名将如云，刘备的五虎上将除了关羽没有参战外，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全部出战。曹操方面，夏侯渊、曹休、曹真、张合、徐晃、郭淮等将领也全部上阵。定军山之战更是被影视、文学、戏剧等作品描绘的精彩绝伦。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黄忠痛斩夏侯渊及刘备自称汉中王。215年7月，曹军攻破阳平关，汉中已无险可守，张鲁便在严普的建议下前往了巴中。这时，黄权连忙给刘备进言说，如果失去汉中，3巴之地便会受到威胁，对于益州来说，就如同割去了大腿和臂膀一样。为今之计，只有迎接张鲁，方能解除汉中之忧。于是刘备便以黄权为护军，前往巴中迎接张鲁。然而等他到达巴中的时候，张鲁早已投降曹操，回到了南郑。11月，张鲁向曹操投降之后，曹操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他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了邺城。曹操走后，张合数次率军进犯巴西郡，准备将巴西郡的百姓迁往汉中。夏侯渊则前去攻打武都郡的低羌部落，并缴获了谷物10余万户。面对曹军的不断侵扰，刘备派遣张飞前往阆中驻扎，迎击张合。张飞到达后，与张合对峙了50多天，之后他率领1万精兵，从小路主动进攻驻扎在砀渠的张合。张合率兵迎击，双方在瓦口展开激战。然而由于山路狭窄，张合的前军和后军无法相互驰援，被张飞大败。张合仅率领10余名部下放弃战马，徒步爬山逃回了南郑。巴西郡自此获得了安定。这时法正给刘备献计说，曹操降服张鲁之后，并没有继续攻打益州，一定是邺城内部出现了变故，他才只能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他自己则不得不亲自返回邺城。然而夏侯渊和张合等人不足以守住汉中，我们应该立即发兵夺取，这样上可以讨伐国贼，尊崇汉室，中可以蚕食雍凉2州，开拓国境，下可以固守要害，计划长远，这是天助良机，切不可失。刘备听后深表赞同，决定亲率大军攻打汉中。217年10月，他派马超、张飞、吴兰、雷同等将领率先出发，前往下边屯守，以牵制曹军的主力来源。下边即今天的甘肃省成县，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前往阳平关。曹操得知后，立即派遣曹洪、曹休和曹真率军支援汉中，其中曹洪是曹操的堂弟，曹休是曹操的侄子，曹真则是曹操的养子。218年3月，曹洪等人率军抵达了下边附近。此时驻守下边的是吴兰，张飞和马超则屯驻于固山，并且放出风声，他们准备切断曹军的后路。曹洪得知后，连忙与诸将商议，结果大多数将领都对继续进军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这时曹休起身说道，如果敌人真的想切断我军粮道，不应该是暗中设伏，隐蔽行动吗？可现在他们不仅不隐蔽，还大张旗鼓地让我们知道其作战计划，只能说明他们是虚张声势，使用疑兵之计。所以我军应该趁敌人尚未集结完毕之前，尽快攻打吴兰，只要吴兰被击败，
张飞的疑兵便毫无意义，只能自行退走。曹洪听取了曹休的建议，立即发兵攻打吴兰，结果吴兰的部将任奎战死，吴兰则战败后逃走。吴兰败退后，张飞和马超的疑兵果然失去意义，只能跟着撤走了。曹洪的援军便顺利地进入了汉中。吴兰一直逃到阴平郡狄人的部落，结果被狄人首领强端给斩杀了，并将首级送给了曹操。因此，乌兰是被狄人杀害，并不是《三国演义》里被曹彰斩杀的，因为汉中之战曹彰压根就没有参战。就这样，张飞和马超等人以失败告终。7月，刘备亲率大军到达了阳平关，夏侯渊率领着张合等将领早已在这里等候了。同时，他还派徐晃率军前往马鸣阁驻守，紧盯刘备的侧翼。于是，刘备在攻打阳平关之前，派遣部将陈氏等将领，率领着10几个营的士卒前去攻打徐晃，结果却被徐晃大败。由于山路狭窄，蜀军无路可逃，很多人只能自投山谷，死伤无数。与此同时，张合已经率领大军到达广石，与刘备展开了激战，结果刘备无法取胜，双方只能在城下展开对峙，一直到当年年底，刘备都没有将阳平关攻破。不得已，刘备只能派人前往成都，让诸葛亮继续给汉中增兵。可诸葛亮有些犹豫，连忙召来杨洪商议。杨洪表示，汉中是益州的咽喉，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地，这是家门口的祸患，哪怕让男子参战，女子运送粮草都不为过，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诸葛亮听后恍然大悟，立即听从杨洪的建议，给刘备增兵。219年正月，刘备佯装从阳平关撤军，实际上却从南边的沔水渡河前往定军山，并在这里扎营。夏侯渊得知后，连忙率军前来迎击，他自己驻守在南围路角，让张合驻守在东围路角。这时，法正给刘备献计，让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猛攻张合，这样夏侯渊必然赶来救援，到时候便可趁机攻打夏侯渊。刘备听从了法正的计谋，将万余精兵分为了10部，轮番进攻东围路角。张合身先士卒，率领亲兵奋勇抵抗。然而，由于刘备的兵力太多，久战之下，张合军逐渐出现颓势，快要抵抗不住了。夏侯渊见状，连忙分出半数的兵力前去支援张合。这时，刘备派人前往走马谷，放火焚烧夏侯渊大营的鹿角。夏侯渊得知后，连忙率领着400精兵前去救火，修补鹿角。而此时，负责牵制夏侯渊的是老将黄忠，他居高临下窥视着夏侯渊的动静，见夏侯渊的兵力被调走了一半，此时又率领少量精兵准备去灭火，觉得时机已然成熟，于是立即率军向山下冲锋，与夏侯渊的精兵展开厮杀。结果夏侯渊的兵力太少，不是黄忠的对手，他本人也被黄忠给斩杀了。至此，曹军的主帅被杀，变得群龙无首，将士们慌乱不堪，开始各自逃散。夏侯渊的司马郭淮以及督军杜袭连忙收敛散卒，并且召集将领们说道：“张合将军是国家名将，连刘备都忌惮于他，现在形势紧迫，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才能安定军心。”于是众人便推举张合出任主帅，军心才再次稳定了下来。此战过后，刘备认为曹军新败，只要渡过汉水前往新郑，他便可以坐镇汉中了。这时，郭淮的部下们见刘备率军前来，便对郭淮说：“现在敌众我寡，根本无法匹敌，所以我们应该在汉水边上扎营列阵，阻挡蜀军过河。”可郭淮认为，如果那样做，便是向刘备示弱，更加抵挡不住。因此，我们应该远离汉水列阵，趁刘备大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再突然出击，方可取胜。于是他主动率军后撤，然后远离汉水扎营。刘备率军到达汉水边上的时候，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在汉水边与曹军对峙。此时，曹操得知夏侯渊被杀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亲率大军赶往汉中救援。3月，大军到达阳平关。刘备得知后，立即在山上扎营，据险而守，与曹操展开对峙。然而，曹操此次前来，准备了数千万囊粮草，囤放在北山之上，准备与刘备打消耗战。得知情况的黄忠给赵云建议，应该趁机夺取这批军粮。
于是赵云便授予黄忠兵力，约定期限，让他率军前往北山。然而约定的时间已过，却不见黄忠返回，赵云便带领着数十骑前去打探消息。可走到半路的时候，却遇到了曹操派出的大军，赵云只能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营寨。此时张翼正在防守营寨，见曹操的大军杀来，准备闭门拒守。可赵云却命令他大开营门，并且让所有的士兵偃旗息鼓。曹军见状，怀疑赵云设有伏兵，不敢贸然进攻，只能引军退走。这时赵云下令擂鼓，顿时间鼓声震天，杀声四起。赵云率领守军倾巢出击，曹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只能夺路而逃。然而由于山路狭窄，逃跑的士兵自相践踏，坠入汉水之中，淹死者不计其数。经此一役，曹军锐气大减，而且曹操发现军营里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逃亡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已经到了5月份，汉中大雨连绵，雨季如期而至，不得已，曹操只能命令各路人马陆续撤出汉中。曹军走后，刘备便迅速地平定了汉中全境。至此，持续了4年之久的汉中之战，最终以刘备的胜利而告终。同年7月，以马超为首的120余名蜀汉官员联名上书，立汉中王上表汉帝，劝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于是刘备自称为汉中王，封刘禅为太子。从此他便占据汉中，扼守巴蜀的咽喉之地，使曹操不敢轻易再来进攻巴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曹丕篡汉称帝之后不久，刘备也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那么之后他为何不去北伐攻打曹魏，而是不听众人的劝阻，非要发兵攻打孙权？猛将张飞又是因何被杀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在成都称帝及张飞惨遭杀害。220年12月11日，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汉献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等消息传到蜀地，就变成了汉献帝刘协已被曹丕给谋害了。既然汉朝皇帝已死，刘备又不可能向曹丕称臣，于是他在成都为汉献帝举行了发丧仪式后，于第2年，也就是221年的5月15日，刘备在成都的武丹山登基称帝。武丹山位于成都市老城区西北角的北教场内，它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由于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是汉室的延续，因此他依然沿用汉的国号。由于政权在蜀地，所以后人便称其为蜀汉。他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并设置百官，建立宗庙。6月19日，他将吴氏封为皇后，刘禅被封为皇太子。刘备共有4个儿子，其中不去救援关羽的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另外还有刘永和刘礼，于是封刘永为鲁王，刘礼为梁王。同年7月，刘备便以为关羽报仇为名，准备发兵征伐东吴。赵云得知后，连忙前来劝谏说，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只要灭了曹魏，孙权自然就会前来臣服。如今曹丕篡汉称帝，引起了很大的公愤，我们应该利用民情，立即攻占关中，然后占据黄河和渭水上游。到时候关东义士必将裹粮策马前来迎接王师。如果现在放置曹魏不管，反而先去攻打东吴，双方一旦开战就很难停止，这可不是上策呀。可是愤怒的刘备根本听不进去赵云的劝谏，依然执意东征。他让诸葛亮留守成都，赵云镇守江州，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攻伐孙权。同时他让张飞从阆中发兵前往江州与自己会合。然而就在大军准备出发之时，张飞却被部下的将领给杀害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之前讲过，张飞与关羽的性格不同，关羽能够很好的善待士兵，但他对士大夫却极为专横，而张飞则反之，他对士大夫们极为尊重，却经常打骂和惩处士兵。刘备曾经告诫张飞说，你经常鞭打将士，可还是要让他们侍奉你左右，这是取货之道啊。但张飞压根听不进去。果然，张飞在发兵之前，其属下的将领张达和范强便将其给谋杀了。之后，两人带着张飞的首级前去投奔了孙权。
就这样，关羽和张飞都因为性格的缺陷害死了自己。刘关张三兄弟现在只剩下了刘备一人。他在得知张飞遇害的消息后，大为悲痛，对孙权的仇恨更是不共戴天。孙权得知刘备准备发兵攻打东吴后，非常的担心，立即派遣使者向刘备请和。可刘备愤然拒绝，是要拿回荆州，并为关羽报仇。南郡太守诸葛瑾也给刘备写信说，陛下和关羽的关系确实亲密，可是与陛下和先帝之间的亲密程度相比，哪个大哪个小呢？荆州的大小与海内各州相比，又孰大孰小？所有这些仇恨，哪个应该当先，哪个应该当后？只要你稍微审查权衡一下，做出决定，不是易于反掌的事吗？可刘备还是听不进去，依然要发兵攻伐。这时，东吴有人得知诸葛瑾与刘备互通信件后，就给孙权进献谗言说，蜀汉与东吴即将开战之际，诸葛瑾却依然和刘备互通信息，而且诸葛瑾镇守的还是如此重要的南郡，不可不防啊。可孙权却说，我和诸葛瑾共事多年，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当初他的弟弟诸葛亮出使东吴，我就让诸葛瑾出面留下弟弟，可他却对我说，我弟弟已经跟随了刘备，一无二心，我弟弟不会离开刘备，就像我不会离开你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论世上的君臣大义，我和诸葛瑾已经算是神交了，不是旁人可以离间得了的。至此，刘备与孙权的矛盾无可调和，战争已经是在所难免了。221年7月，刘备亲率蜀汉大军数万人马，从江州出发，准备对东吴发起大规模的攻伐。当时，两国的国界已经西移到了巫山附近。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冯习和张南，率领3万大军先行出发。大军到达后，顺利地夺取了峡口，攻入东吴的境内。之后，他们在巫县击破了吴军的李毅和刘阿，占领了秭归。巫县即今天的重庆市巫山县北。此时的孙权已经将治所迁到了鄂州，并将鄂州改成为武昌，修筑了武昌城。面对蜀军的大举进攻，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率领5万大军前去迎战。同时，为了稳住曹魏，避免两线作战，立即派遣使者将于禁等人送回许都，请求成为曹魏的藩属，向曹丕称臣。于禁在襄樊之战的时候，大军被水淹没，举兵投降了关羽。之后，他被关羽关押在江陵之中。结果，吕蒙白衣渡江，占据了江陵，于禁也就成为了东吴的俘虏。现在，孙权为了讨好曹丕，又将他送回了曹魏。此时的于禁面容憔悴，须发皆白，见到曹丕之后，他跪地痛哭，心情颇为复杂。曹丕则以春秋时期荀林父和孟明氏的旧事来安慰他，并且让他官复原职，任命他为安远将军。于禁感恩戴德。之后，曹丕让他前往曹操的陵墓拜谒曹操，然而他却派人提前在曹操陵墓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画。此画的内容是襄樊之战的场景，关羽高高在上，庞德怒目而对，而于禁则对关羽俯首投降。当于禁来到曹操陵墓，看到此画的时候，既羞愧又恼怒，不久之后就郁郁而终了。对于曹丕的这种做法，着实令人唏嘘。对于被曹操称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前来称臣，曹丕非常高兴，大臣们也纷纷前来祝贺。但刘烨认为孙权是逼不得已才来称臣的，并没有臣服之心。他建议曹丕应该举全国之力，配合刘备一起灭了东吴，之后只要再灭了刘备，便可天下一统。然而曹丕不但不听，还将孙权册封为吴王，加九锡，领荆州牧。就这样，孙权与曹魏交好，然后他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迎战刘备了。夷陵之战正式开始。那么夷陵之战的具体战争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